你就是唐明皇，亡国之君。你是在跟朕说话呢吗？纪晓岚自比诸葛亮，要辅佐刘备，我看你比刘备差远了。充其量也就是个阿斗。这是乾隆被骂得最惨的一次，关键他还奈何不了对方。就在不久前，乾隆由于太过思念情人，特意来到纪晓岚的家中，不料府中只有一位自称为纪夫人的老太婆。哪个纪夫人呢？这大清朝还有几个姓纪的大人物？当然是纪晓岚了。对于老纪的重口味，乾隆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来到莫愁的房中查看一下他的生活状态。而没心没肺的三姑由于不知道乾隆的身份，便在他面前说起皇上的坏话，痛骂皇上，害得莫愁整日以泪洗面。要是见到那个皇上，我非把他揍扁了不可。你敢揍皇上？丈母娘还不能打女婿啊？当然了，那皇上头我是不敢打，我长了几个脑袋。接着三姑又向乾隆说出莫愁现在是茶不思饭不想，整个人都瘦了好大一圈，这让乾隆非常内疚，当即告诉三姑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。爱人就没个好东西，官做的越大越不是个东西，这要做到皇上就更不是个东西了。三姑的这番话格外刺伤了乾隆的心，再一次向三姑重申了他的决心，皇上一定会娶莫愁的。说完，乾隆便回到皇宫恳请太后另立新君。看到儿子为了一个女人竟然要抛弃祖宗基业，太后是无比的痛心，怒斥乾隆毫无责任心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。你若不做皇上，会有很多人出来争位，到那个时候手足反目，皇室分裂，大清动摇，这难道是你皇上愿意看到的吗？任由太后怎么劝说，乾隆就是不为所动。无奈之下，老太太只好对着公公的遗训怒骂这个不孝子孙。康熙，你认错人了，你的孙子是个懦夫。现在就算搬出努尔哈赤，也不能动摇乾隆的决心。太后见状，只能成全了儿子的心愿，一脸绝望地表示：康熙大帝没有你这样的孙子。第二天一早，乾隆刚准备将好消息告诉莫愁，不料却被三姑一棍子打晕了过去。他这一棍子差点把老纪的九族都给打没了。幸亏乾隆在当皇上前曾经到明教学过几年功夫，才没有被打破脑袋。就当乾隆昏迷之时，一名公公突然闯入草堂，向莫愁宣布太后的懿旨，大致意思是同意封莫愁为贵人，不过需要将肚子里的孩子给拿掉。原来昨晚太后痛斥完乾隆后，便将和珅火速召进后宫，告诉他大清江山就要完了。然而何胖子却一脸坏笑地表示有解决办法。我就知道，只有和珅才有办法，快说。和珅的建议就是让太后答应皇上将莫愁娶进宫来，这样皇上就还是皇上，大清的江山也不会改变。至于皇室的血统，其实不在女人，而在他肚子里的孩子。这番话瞬间点醒了迷茫之中的老太太，于是她连夜让御医制作了最好的药。看着这要命的小瓶子，乾隆和莫愁都陷入到了深深的绝望之中，因为就算是皇上也无法违抗太后的意志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孩子，乾隆决心和莫愁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祝君豪得知此事后，特意送了一个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封证给乾隆，以此来讥讽他跟唐明皇一样，为了女人不要江山。唐明皇好色亡国，朕跟他相似吗？祝君豪表示，如果你不做皇上，朝中一定会大乱，最后可能又会上演一场安史之乱。像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，就算给你诸葛亮也难逃亡国的命运。这可把乾隆给气坏了，一扇子就将他拍飞了几十米。然而祝君豪却一直哈哈大笑。上次交手你撤了我的状元，君豪认输。这次交手被我臭骂，却杀不了我，咱们打成平手了，痛快！其实祝君豪说这番话是故意激怒乾隆，想让他重新回到宫中，动用皇帝的权力将他处斩。只可惜他不知道乾隆学过武功，幸亏莫愁及时赶来，才让乾隆收回了自己的掌力。你要帮这个小王八蛋！莫愁知道祝君豪所说的都是忠言，为了天下的百姓，他只好请皇上即刻回宫。乾隆离开没多久，莫愁就准备服下太后御赐的药，可是没想到纪晓岚却突然闯了进来。皇上愿意效法顺治爷，与你远走高飞，为了保住这孩子呀。可是大清国不能没有乾隆大帝，他不是顺子，他不能走啊！纪晓岚告诉莫愁，为了保住皇上以及肚子里的孩子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你一个人独自离去。你一个人到乡下去，先把孩子生下来，让生米煮成熟饭。太后她一个老人家，知道自己有了孙子，一定会动情的。